因为他的父亲才被封为太子，他是开创仁宣之治的明君，同时又精通书法绘画等。但在快去世时，又让紫禁城充满了蛐蛐声。他就是明朝的明宣宗朱瞻基。朱瞻基号长春真人，明成祖朱棣之孙，明仁宗朱高炽长子，明朝第5皇帝，年号宣德。传说在朱瞻基出生时，他的祖父朱棣梦见朱元璋将皇位传给了自己，还将皇帝的大圭给了自己，还说传世之孙永世其昌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朱瞻基出生了，哇哇的叫声将朱棣吵醒。朱棣还没来得及解梦，就去看自己的大孙子去了。朱棣后来解梦，这孙子加上梦，就让朱棣下了造反的决心。朱棣在靖难之役打得差不多的时候，干什么都带着这个大孙子。朱瞻基也是从小被当成继承人培养，给朱瞻基找最好的老师，各种东西都教，什么儒学经典、琴棋书画都学，打仗就和朱棣在一起，顺便就学了。虽然朱棣不怎么喜欢自己的大儿子朱高炽，但为了朱瞻基这个大孙子，他还是将太子的位置给了朱高炽。其实细细想来，无论是不是为了朱瞻基继承皇位，太子的最佳选择都是朱高炽。朱高炽虽然身体不行，但管理国家还是可以的。在朱棣在外出征时，都是朱高炽在主持朝政，朱高炽也是将国家管理得井井有条。而且当初靖难之役，李景龙攻打朱棣后方的北平，还是朱高炽以5万抵挡住了50万的军队，撑到了朱棣回援。但因为在靖难之时，朱棣为了让自己的二儿子朱高煦好好打仗，说的好好干，世子体虚多病，以后太子就是你的，这才让朱高煦后来因为没当上皇帝，才起了造反的心，给朱高炽和朱瞻基都造成了很大的麻烦。朱高炽在永乐2年，也就是1403年，被指定为太子。公元1411年，永乐9年，朱瞻基被封为皇太孙。公元1414年，永乐12年，朱瞻基跟随朱棣再一次远征漠北。朱瞻基因为经验不足，作战能力不行，被瓦剌兵围攻。幸好朱棣时时念着这个大孙子，派出的骑兵及时赶到，才让朱瞻基脱离险境。公元1424年，永乐22年7月，明成祖朱棣去世在榆木川。8月，永乐大帝遗诏到北京，太子朱高炽登基，是为明仁宗，年号洪熙。同年10月，仁宗皇帝立长子朱瞻基为太子。但没过多长时间，公元1425年洪熙元年5月29日，朱高炽猝死于皇宫内，终年48岁。仅仅当了几个月皇帝，朱高炽就去世了。但他在位的几个月内，还是干了不少事儿，赦免了很多建文帝朱允炆的旧臣，废除了很多苛政，在军事上不再对外大规模用兵，让百姓休养生息，为朱瞻基的仁宣之治打下了基础。朱瞻基在朱高炽驾崩时，还在南京准备还都的事情，就急急忙忙地赶回去，而他的二叔朱高煦就准备在他回来的路上截杀他，然后自己当皇帝，结果没成功。朱瞻基回去后，一边准备朱高炽的后事，一边调兵加强京城的防备，防止在仁宗丧期再有人跳出来捣乱。虽然朱高煦这次失败了，可他并没有结束的心思。我和老爷子打仗这么多年，军队里那么多人都是我的人，你个小娃子怎么和我斗？于是朱瞻基宣德元年8月，汉王朱高煦正式宣布谋反起兵。起先派了一名人进入京城，相约英国公张辅为内应，成功后再给张辅加官进爵。谁知张辅直接把朱高煦派来劝张辅的给逮捕了，并且将汉王朱高煦谋反的事情上报给了朱瞻基。之后朱高煦又约山东的金荣，但很快金荣与朱高煦串通一气的事儿就被朝廷发现了。朱瞻基在刚开始的时候也是没有起兵讨伐他的二叔，而是书信一封劝朱高煦收手吧，但朱高煦就是不听。于是朱瞻基决定御驾亲征去对付他的二叔。朱瞻基御驾亲征的消息也是很快传了出去，朝廷的将士们的士气也受到很大的鼓舞。之后派遣指挥黄谦和平江伯陈宣一同防守淮安，防止汉王朱高煦向南逃跑。虽然朱瞻基没有朱高煦打仗时间长，但从小跟着朱棣打仗，且从小接受良好教育，而朱高煦已经有点被冲昏头脑的感觉了，所以
朱高煦如何往下走，全都被朱瞻基猜到了。朱瞻基料定朱高煦不会攻打墙高城坚的南京城，而是攻打有大量叛军家属的乐安城。于是朱高煦攻下乐安城后，就被御驾亲征的朱瞻基给围住了。朱瞻基围了乐安城后，选择攻心为上，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将榜上书信的箭矢射入到了城内，说：我知道大家都是无奈之举，只要大家投降，还是和以前一样，大家还是大明的将军。城内的叛军也是被说了心动了，现在被围住了，极大可能就是输，但投降还能和以前一样，不投降就只能是死了。朱高煦也是认识到了城小兵弱无法战胜，就向朱瞻基约定第二天开门投降。朱高煦投降前，连夜把和各地将军来往的书信烧毁了，也是有情有义，不连累别人。朱高煦投降后，朝廷重臣上书让朱瞻基严肃处理朱高煦，但朱瞻基只是将这些奏折让人读给他这个二叔听，却没有对他进行刑罚。朱高煦听完也是十分后悔，发誓再也不造反了。朱瞻基也是信守承诺，将叛军全部赦免。但朱高煦后来死性不改，一次次的惹恼这个皇帝侄子，使得朱瞻基将朱高煦用大钟压着给烧死了。在平定叛乱之后，朱瞻基继续走他父亲的道路，与万民休养生息，同时广开言路，整顿吏治。要知道，洪武皇帝朱元璋就是从贪官遍地的元朝过来的。朱元璋登基之后，杀了很多贪官污吏，老朱家最恨的就是贪官污吏。朱瞻基派人将各州县府官和军队中人员开支所需要的军饷、口粮、开支全部搞清楚，做一个花名册，从根源上就杜绝，有贪污的就杀。他不光续清刑错，还注意教化百姓，让各级官吏给百姓普及法律知识，以减轻犯罪行为，一直施行安民爱民的仁政，积极发展农业生产。如果有地方出现蝗灾，也是给当地减免赋税。军事上虽然没有再起大兵革，但为了防守北方，研究更新了新的火炮和神机铳。对外方面，他派郑和第7次下西洋与各国联络，毕竟各国的朝贡可不能忘。但这也是最后一次下西洋。郑和在返航时因为过度劳累去世。在宣宗的这一系列举措下，朝堂稳固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开创了仁宣之治的新局面。但没想到他的一些措施对后来的大明江山造成了那么大的损害，如让太监们读书，造成了明朝后期的宦官专政，有的宦官甚至还想当皇帝。但他的所作所为还是给当时的人们带来了盛世。但朱瞻基英年早逝，在38岁时就驾崩了。如果多活几年，他就能好好教教他的太子打仗，明朝就不会有土木堡之变了。如果他父亲和他都能多活几年，明朝就能有300年以上了。那么大家对朱瞻基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想了解更多记得点个关注，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。